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永恩的一个上路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兑现情况巅峰赛的一个兑现情况。这个号的话还拿过爵士永恩的，估计是他自己本人的号，而不是单子号但也不排除是单子号我也不太清楚。这里的话打剑魔。这里的话在犹豫重伤，因为对方中单和那个剑魔这两个回血能力都很好。如果你提早把重伤做出来，其实对他们两个都有限制效果。但重伤做的早的话，会影响到这种他的那个吸血装的。但对方也不持刀，这里面。和一威，可以上来打一套。这边的话，他没有 Q 了，你就可以上去跟他给点伤害，消耗一下。你不要他打完 Q 就直接让他直接走了，是吧？除非说你吃他的 Q 太多，哇，两边极限的跟闪，然后这边有个屏障，对方点燃已经没有了，还行。这里有点应激，所以他没有学 E 第一时间考虑的话是学了 Q， 2级 Q。前期极限的一个拼血。这边的话，因为他带的那个坚毅不倒就是叫什么？就是血量越低，伤害越高，但对方是带着3率，所以对方血量不健康的情况下，一定是打不过这永恩。豹女开始给压力了，刚刚那个 Q 如果你看没有，他就等着你 Q 上去，知道你有风的。这边豹女上来就打了一波消耗，哇，这要被恶心死了！直接大招进场，那行，辅助也很那个打野也很懂对面狼人来了，对面要扑了，活不下来，没办法。狼人没大招，但豹女打不过 ，Q 技能命中不了，他其实第一个 Q 技能命中不了，他其实就打不过，包打不过的呀，因为。豹女的 Q 技能是距离越远伤害越高说实话，这波线很难受，亏麻了。像刚刚是想要再吃，把兵线给推进去。那其实这一波他杀了那个剑魔的话，不是很赚，没有赚到，反倒是亏了兵线。Q， 狼人应该是起码5分钟前狼人大概率是不会往上路走，因为他已经刷完自家。不是他来了，对面狼人来了，必须得走。这里大招刚好闪现交出来，反杀吗？但一技能拉过来，可以，还有大招的，摁慢了。对面大招这么快吗？狼人也是那个什么，狼人也是回血很高所以他第一局就是一开始就考虑了说做重伤，那重伤的收益其实很大他第一阵做重伤是对的。剑魔的每一波 Q 闪都被躲掉了。因为两边闪现 CD 是同步的，这个时候对面的闪现跟这边闪现也是同步的，所以你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。
啊，不要上去。他的第3段 Q 啊，肯定是打脸上的。豹女也来了，哎，又跑了啊，还好这边跟伤害跟上来了。这有点脏了呀，把兵线给吃了，这就很过分了呀！啊，又回来帮忙吃，一起吃塔皮，哎，算了，这种可以的。这局上路得把优势再扩大一下，加快速度，把1塔给推了吗？应该推不掉。这豹女啊，开始吃队友线了，你看，还在那里蹲，浪过头这种人。回家破败给做出来。可以，这个时候装备领先对方剑魔，完全就不用说特别怕，主要还是怕对方的那个打野。如果这把剑魔他第1剑就直接做重伤啊，其实对永恩来说这一局会非常的难受。对方好像没打算控峡谷。哦，来了，果然在，还是你可以看到这边绝活哥的话是有做提防的，但队友全都不在，这就很难受了。还行，这边的话混了个助攻。可以看到啊，就是你打这种高分局，你就没那么舒服了。你玩的就是就算是他玩的永恩，也不可能说像前面是吧？他还没有开始打高分局的那时候啊，在那虐菜的那种那么多这种击杀或者连续击杀是吧？更多的就是啊技能之间的一个博弈。这时候的吸血鬼怎么敢来碰瓷的呀？这里是有眼的，E技能上来一个 Q， 完了。这里面就想贪啊，把这个红给吃了，但对面就是不给，哎，还得把你给杀了。哎，上路豹女来了，应该是能抓掉一个的。加里奥跑不掉了。哇，哎，这么上去送啊！狼人前期还是太强势了，不好处理这种狼人。对面剑魔其实是能打架的，有大灭有大招的情况下，对方打野又来了，赶紧把他也给吃了。不会他不会扑大吧？大招应该是没有的，上面已经就是在双路抓那个谁啊豹女的时候用了。来了，哇！他直接预判，这么变态吗？这里 Q 下来，再 E 过去，E 回来，吃个果子，闪现拉开，不要给他续那个生命值，因为他开了大灭以后啊，技能命中能回很多的血的啊，剑魔。这么狼人这么变态吗？还是说那里是有眼的？应该是有眼。哦，他是在三角草是有眼，然后通过那个三角草判断永恩是没有上去的，应该在这个草里面蹲着。哎，高手的意思就是高手啊。
我说的三角草像刚刚那边是应该是家里面打了探照啊，所以在那个自家就是一塔上路一塔的那个三角草那个位置是有眼的，你们如果往回看就能看到。我说这个狼人怎么能判断那里有人，有点像挂的那种感觉。这里一上来收割一个。其实双吸血做出来以后，永恩就可以开始发力了。整体来说就不用说太怕对方，这里大招直接起手啊，然后 E 技能跟伤害，最后没秒掉。这个家里这个连环控制啊，控得死死的，真的是太恶心了呀！这里大叔直接就绑了，家里要大招落地，这边还真不好打，对面回复能力太多了。哎，这边永恩直接大招到3个，回头再把对方的加里奥给秒了。对吧？双吸血的好处就在这里面，他打到后面他的状态是非常，就是整体来说不是说太差。一个 Q， 这里不怕，有屏障，但队友这边强行这样子上，有点着急了，可以拖一会儿。完了呀，还被单杀了，这个青冈野没有 E 技能了，直接往回走。嘿，这里就不让他回家，恶心对面。狼人来了，赶紧走。这边所有人都来了，这边已经拖了很久，就是不让他们回城，然后让对方没办法去看这条龙。那行，这波，这波还真立大功了。双吸血的好处啊，看到没？就有点赖，说实话，双吸血，但很吃永恩这英雄太吃手法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上单发挥作用的时候啊，吸血鬼来了，攒一个 Q， 想要利用2段 Q 再走，完了。能活下来吗？活不下来，最后被 Q 死了，好痛啊！后面，说实话，对面这样子就是这么多人，然后硬去杀永恩的话，其实又拖那么久的时间，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。哇！吸血鬼开始猛打输出，开始发力了，必须得走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时间呢，就是卡米尔这个英雄在中路的，就是作为中路位哈，他是真没有输出，很差劲的输出，完全是靠飞机。还有豹女，豹女的话，她要扑上去才有伤害，不扑上去不行。
这个门做不了的啊，如果做的话，对方就回头直接打你的。攒个风，慢慢过去，不要着急。但这里面有个很好的机会，一个 Q 接大招，先秒一个 E 技能拉回去吗？把伤害先打满。那行，1换2，对方的话，哇，哎，这吸血鬼，你没有个中单去限制他，你看玩个青钢眼根本就限制不了这个吸血鬼啊。这吸血鬼开始游龙了都。飞机，哎，飞机能反杀，闪现，他要红吸了，哎，跑了。永恩这个时间段啊，他处理不了这个吸血鬼。现在如果有血池的话，是完全处理不了，所以一定是要等他把血池用完以后，才能把这个吸血鬼嘴处理掉。来了，又要打起来了，怎么这么快啊？怎么感觉看一眼就队友就被开？上去啊 ，E 上去只能一个 WQ 啊，就立刻回来。哦，这里搭得非常好，闪现赶紧拉开，不要给家里奥给控到了。后续卡米尔跟伤害没有后续了，但这边恢复很快。准备打龙，这小龙的话是拿不了了。两边其实，哎，这条龙无所谓。哦，绑到了，吸血鬼有血池。有时候你还不能去等他血池消失，E技能那个打的印记，前面就好几波是想这样子，然后导致他的那个叫什么？哎，这里回头给大招，就是想等他血池消失以后，E技能爆印记伤害嘛，但反倒是自己吃太多伤害被反秒。这边蹲一手，没人，可惜，把他野区给刷一刷。刷完的话，其实可以。哦，好像又打起来了，又要快了。哎，找到对面的卢锡安，秒掉。这个时候爆发伤害已经很高了，3件套。对面没狼人的，赶紧刷野啊！打龙，拿完这条大龙的话，回去把装备一补，可以直接拿这条远古龙双龙会。那游戏其实就进入到了尾声了。我感觉其实这边如果拿到远古龙的话，对面都可以直接投降，那守不了哎。怎么守？这边有个这么强势的永恩，哦，吸血鬼，哦，狼人扑，哇，飞机要被秒掉了吗？哦，还好闪现，对面没有压起身，这边大树开了个很好的大招啊，一个 Q 吹起2个，再闪现拉开，就还有风，一个 EQ。不控制，好，游戏结束，直接可以一波了。那，哎，这种对局，说实话，打得非常累的，真的就是燃尽了这种。那行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好几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
啊，这就是你们最爱看的永恩啊。玩不玩另外一回事，好看为主是吧？